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小林弘信先生所著的《重置的习惯》这本书。作者小林先生是自律神经研究的权威人士。本书从自律神经的角度出发，介绍了重置不良状态的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需要重置；第二，重置与自己的相处方式；第三，重置与他人的相处方式；第四，消除压力的日常重置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需要重置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被各种压力所包围。当压力袭来时，身心状态容易陷入紊乱。作者小林先生指出，人类的身体擅长顺应好的流动，但却难以主动打破坏的流动。自律神经的特性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。当我们经历令人不快的事情时，坏的流动便会从那个瞬间开始。如果这种状态得不到及时调整，便会对身心健康产生持续的影响。例如，呼吸会变得浅而急促，大脑无法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导致判断力下降，情绪变得不稳定。进一步的，我们可能在冲动下说出后悔的话语，这又加剧了自律神经的失衡。长此以往，身体可能会出现头痛或不明原因的疼痛，甚至感到疲惫不堪。而在这种自律神经紊乱的状态下，我们既无法真正放松身心，也无法通过睡眠或休息来获得恢复。因此，虽然我们的身体善于适应良好的流动，但一旦陷入坏的流动，往往难以自我纠正。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足以引发负面的循环。而重置正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。它的核心理念是切断坏的流动，将其转化为好的流动。通过建立重置的意识并掌握相应的方法，我们可以主动调整身心状态，引导自己进入良性循环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重置与自己的相处方式。第一个方法是不再纠结，果断下结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烦心事总是层出不穷。有的人因与上司关系紧张而感到压力倍增，有的人则因与家人争吵而烦恼不已，还有的人困扰于社区或家长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。对于自律神经而言，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将这些烦恼一拖再拖。长期对某件事耿耿于怀，会使自律神经紊乱，使血液循环受阻，身体和心理状态也会随之恶化。此时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正视问题，并为自己迅速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便只是暂时的。比如，决定不再刻意讨好上司，收到令人不快的消息后，选择既读不回，告诉自己，这个问题留到下周一再处理。如果一直拖延问题的解决，注意力会不断被它牵绊，自律神经也会持续失衡。相反，给出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停止过度思考，并暂时重置心情。明确事情已经有了结论后，心态便会放松，自律神经也会逐步恢复平衡。第二个方法是心情低落时避免无所事事。作者建议，当情绪低落时，尽量避免无所事事的虚度光阴。所谓虚度光阴，指的是完全停滞不前，既不行动，也不思考。而人在情绪低落时，往往容易陷入这种状态，最终只是反复思考或消磨时间。从自律神经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状态非常不利。自律神经需要流动感来保持平衡，而情绪低落时，实际处于一种坏的流动中。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，这种负面的状态会不断加剧。破解的方法是主动行动。比如，当您心情低落时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出门散步。身体活动能激活交感神经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从而帮助您转变情绪。如果无法外出，听音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作者强调，如果散步或听音乐能让您稍微振作起来，说明心理状态还是在可控范围内。如果连这些都难以做到，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。第三个方法是刻意放慢动作。在焦虑或忙碌时，
我们的动作往往会变得急促粗糙。例如，在工作中可能会猛敲键盘，随意摆放物品，甚至用力坐下。这些行为通常是自律神经紊乱的信号。虽然偶尔出现自律神经紊乱是正常的现象，但急躁的动作会进一步加重其失衡，进而影响到身体的状态。因此，越是焦虑时，越要有意识地放慢动作，试着将每一个动作做得缓慢而细致。例如，轻轻放下物品，慢慢键入文字，平稳地坐下。这样的行为能帮助调整自律神经，逐渐平衡身心状态。通过这些简单的调整，您可以逐步恢复内心的平静，身心状态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健康和轻松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重置与他人的相处方式。在日常的生活或工作中，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难以相处或不喜欢的人，即便只是对方的存在，都可能让您的自律神经失调，影响工作表现和心理状态。以下是2种应对策略。第一个方法是尽量减少接触的时间，通过减少与讨厌对象的接触，能降低心理的压力。例如，午餐或聚餐等场合，如果对方参加的话，就尽量回避。工作中仅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沟通，避免深入交流，专注于寻找减少接触的方式，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。第二个方法是主动接触对方。如果回避的策略无法奏效，不妨尝试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动接触对方，主动打招呼或提出问题，带着勇气试着与对方沟通，坦然讨论让您困扰的问题，用最直接的方式消除误解或猜忌。很多时候，压力并非来自于对方的实际互动，而是因为在心中将对方妖魔化，放大了负面的感受。主动接触可以帮助您还原对方的真实形象，发现对方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也有自己的压力和难处。这样一来，您的心理负担将会大大减轻。此外，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期待。例如，希望工作获得上司的认可，渴望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人才，期待朋友、家人按照自己的期望行事。尽管期待本身无可厚非，但当期望落空时，情绪会随之受到影响，进而导致自律神经失衡。破解方法在于学会不抱期待。当您感到失落或不满时，可以这样提醒自己：没关系，我已经决定不抱期待了。同时，通过深呼吸或听音乐来调整情绪。此外，反思是否还需要在当前环境中继续努力。如果追求认可让您疲惫不堪，不妨选择放下或离开。摆脱期待后，您会感到内心一阵轻松，重新找回平衡状态。通过减少执念和调整心态，您能更从容地与他人相处，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自在。最后是第4部分，消除压力的日常重置技巧。第一个技巧，有意识地安排令人兴奋的计划。情绪与自主神经息息相关，安排一些让人期待的活动，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情绪。甚至在计划到来之前，日常生活的情绪也会受到积极影响。例如，和朋友一起共进午餐，参观一直想去的店铺，或者任何能激发期待感的活动。只要这些活动能够激发您的期待感，就可以定期有意识地将其安排到生活中。倘若日子一天天无所事事的过去，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中。然而，适当加入一些令人兴奋的计划，您就能有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，心情也能得到重新调整。通过期待未来的乐趣，我们能够为身心状态的调整提供有力的支持。第2个技巧，睡前花3分钟时间专注于深呼吸。很多人可能并未特别关注自己的呼吸，但呼吸对自主神经的调整至关重要。作者建议，每天睡前花3分钟时间专注于深呼吸，这有助于有效重置身体状态。具体方法如下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坐下或躺下，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呼吸，采用1:2的节奏进行深呼吸，吸气4秒，呼气8秒，
确保每次呼吸都均匀且缓慢。这种深呼吸练习不仅能改善睡眠质量，还能帮助身体记住如何通过呼吸来调整状态。这样，当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烦恼或压力时，也能够迅速通过深呼吸来平复情绪。如果您观察到自己处于忙碌、紧张或情绪波动时，往往会发现呼吸变得浅短。此时，只需提醒自己进行深呼吸，就能迅速为身体和心情带来有效的重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